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陈宁，你是我亲侄女，现在有钱了，帮衬家里是应该的。你表弟买房娶媳妇，就差你这几十万，你忍心看他打光棍？电话那头，我大姑妈的声音尖锐，我搅动着咖啡，对着会议室里一筹莫展的项目组成员比了个暂停的手势，然后走到门外，回复电话里的问题。忍心啊，不仅忍心，我还挺想看他打光棍的。你这个不孝女！孝，我吃孝。我打拼这些年，没花过家里一分钱，倒贴了多少？你说我不孝，那你让你那孝顺的儿子自己想办法去，别来烦我。不等他再嚎，我直接挂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进会议室。抱歉，家事，我们继续讨论项目的。话没说完，手机又震了，屏幕上跳动着二舅妈3个字。我太阳穴突突直跳，又来了。我喃喃自语，指尖在挂断键上犹豫，最终还是滑向了接听。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个了。大姑妈要给儿子买婚房，远房表叔说女儿留学缺钱，现在轮到二舅妈。宁宁啊，好久不联系了，最近忙什么呢？二舅妈虚伪的热情隔着听筒都能溢出来。工作，我言简意赅，懒得多费口舌。哎呀，你现在可是大老板了，不像我们这些人啊，天天为柴米油盐发愁。他顿了顿，终于图穷匕现。宁宁，二舅妈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我儿子，你表哥小刚32了，终于谈了个对象，人家姑娘条件可好了，大学毕业，在银行上班，但是彩礼要30万，还得全款买房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儿子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二舅家你也知道，哪有那么多钱啊？我们家小刚从小就聪明，就是命不好，没你这么有本事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姑娘看得上他，可不能让他打光棍啊。所以呢，我明知故问。宁宁啊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随便从指甲缝里露一点，就够小刚结婚了，都是一家人。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刚打光棍吧？再说了，你挣那么多钱，不就是为了能帮衬家里吗？我差点笑出声。这套说辞真是一点创新都没有。从我刚工作开始，这些年听了无数遍，先是夸我有本事，然后说我挣钱多，最后来一句都是一家人，搞得就像我的钱就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应该无条件分给他们花。二舅妈，你觉得我应该给多少？我故意问道。也不多，30万彩礼你包了，房子的事我们再想想办法。宁宁，你看你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，开那么好的车，30万对你来说不就是9牛1毛吗？9牛1毛，我这些年没日没夜的加班，周末都在公司度过，熬了多少个通宵才有今天的收入，在他嘴里竟然成了9牛1毛。二舅妈，我想问问，小刚工作几年了？现在收入怎么样？他换了几份工作，现在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，一个月3、4千块钱。那他这些年存了多少钱？那头沉默了几秒。宁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刚还年轻，哪有什么积蓄啊？再说了，现在物价这么高，光租房吃饭就花完了。那二舅妈呢？工作这么多年，应该有些积蓄吧？我们都是普通工人，哪有什么钱啊？而且现在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还得攒钱看病呢。宁宁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不是要你全出，就是帮衬一点，帮衬一点，30万叫一点。我听着二舅妈这套说辞，原本紧锁的眉头彻底松开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荒诞感。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个打来要钱的亲戚了，
刚才是大姑妈，张口就要我出钱给他儿子买婚房，同样的说辞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有钱不帮忙，说不过去。再上一个是远房表叔，说他闺女要出国留学，找我资助学费，还美其名曰投资下一代，都被我拒绝了。现在轮到二舅妈了。二舅妈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忍不忍心，我端起咖啡杯，轻抿了一口。对啊，宁宁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刚打光棍吧？忍心啊！我打断了他的话，不仅忍心，我还挺想看他打光棍的。还有大姑妈家的表弟，你们这种家庭，活该儿子打光棍。宁宁，你说什么？没听清是吧？我说，我很想看他打光棍。陈宁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二舅妈的声音拔高了8度。你现在有钱了，就这样对待家里人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良心？二舅妈，这些年来，我自问对你们不错，是你们自己不知道满足。现在您老人家反过来问我忍不忍心，问我有没有良心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良心早在你们一次次借钱、要钱、狮子大开口的时候就喂狗了。这些年我确实事业有成，公司越做越大，但同时我也成了家族眼中的移动提款机。每次有事，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。成功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副无形的镣铐，将我牢牢困住。堂弟结婚的时候，我刚工作2年，爸妈拿出全部积蓄给他当彩礼，15万。结果婚礼上，大伯母当着所有人的面说：“宁宁这孩子太小气了，给这么点。”幸好我们自己又添了10万。大表哥创业失败那次，找我借了20万周转，至今3年过去了，不仅1分钱没还，还抱怨我当初借得太少，害他项目没做成。每年过年，父母总是暗示我给各路亲戚发红包，金额不能少于1000，否则就是丢了我们家的面子。我一个人要发30多个红包，光这个就要3万多。我买房的时候，消息一传开，各路亲戚轮番来体验大城市生活，美其名曰住几天，实际上把我家当成了免费酒店。走的时候还顺走了不少贵重物品，问起来就说拿错了，或者以为是给我们的纪念品。累了，我真的累了，这个无底洞我实在是填不下去了。宁宁，你变了。二舅妈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以前你多善良啊，现在有钱了就不认人了，变了。是啊，我确实变了。以前的我总觉得血浓于水，总觉得帮助家人是应该的，可这些年下来，我才明白什么叫得寸进尺，什么叫理所当然。他们从来不会关心我过得怎么样，工作压力大不大，身体累不累，他们只关心我的银行卡里有多少钱，什么时候能拿出来给他们花。二舅妈，我问你个问题。我放下咖啡杯，声音平静的可怕。陈小刚这些年除了找我要钱，还做过什么？他有给我打过一个问候电话吗？哪怕是生日祝福？沉默。没有吧？平时连个微信都不发，一有事就一家人挂在嘴边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宁宁，你这话说得太过分了。过分？我冷笑一声。那我再问你，上次你们借我的5万块钱呢？说好3个月还，现在2年了，我催过你们1次吗？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。二舅妈，我最后说一次，我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。小刚结婚的事，我不会出1分钱，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。好你个陈宁，你个没良心的你！我没等他继续发疯，挂断了电话。我挂了电话，心跳还没平复，手机又响了起来。看到爸爸的来电显示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
宁宁啊，刚刚你二舅妈给我们打电话了，说你对她态度很不好。爸爸的声音透着一丝无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。爸，我公司最近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资金周转紧张。二舅妈打电话来要我给小刚买房子凑彩礼，30万，30万啊！爸爸沉默了几秒，确实是不少钱。我以为终于有人能理解我了。30万啊！爸爸沉默了几秒，确实是不少钱。我听到这话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终于有人能理解我了。爸爸还是明事理的，不过30万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吧？怎么就不行了？什么？我愣住了，手机差点从手里滑落。这话从爸爸嘴里说出来，就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几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爸，不光是二舅妈，这个月已经是第3个来要钱的亲戚了。哪3个？大姑妈要我给堂弟买婚房，表叔要我资助他女儿留学。爸，我不是印钞机。宁宁，你这话说的，我说的什么？说的过分。我打断了他。爸，我问你，你知道我这些年给家里花了多少钱吗？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。你记不住是吧？那我来给你算算。堂弟结婚，彩礼15万；大表哥创业，借款20万，到现在没还。每年过年红包3万多，还有各路亲戚来我这里免费住宿，走的时候顺手牵羊拿走的东西，你算过吗？宁宁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怎么说？爸，我说的是事实啊。他们什么时候关心过我？什么时候问过我累不累？除了要钱的时候，他们什么时候主动联系过我？你是他们晚辈，帮助长辈是应该的。帮助？我冷笑。爸，帮助是相互的。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帮过我吗？你现在有钱，还有什么困难？我听到这话，心里凉透了。连亲生父亲都觉得我有钱就应该什么都不缺，就应该无条件的给予。我是有钱，但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都是我拿命赚回来的啊！再说，现在公司资金出了问题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上哪拿钱去？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听到爸爸叹了口气：“宁宁啊，你大姑妈都说了，你现在挣大钱了，帮衬一下家里，怎么了？你表弟是男丁，以后还要给咱家传宗接代呢，你那么有能力，想想办法。”妈妈拿过了电话，声音比爸爸严厉得多：“你一个女孩子，早晚要嫁出去的，钱多了也没用，不如帮帮家里人。再说，你现在不帮，以后你回家，你让亲戚们怎么看你？我们老2口的面子往哪儿搁？你这个不孝女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”我突然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妈，我公司资金周转出了问题，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。我给那些平时要钱的亲戚打电话，想借点钱应急，那他们借了吗？妈妈问。没有。我咬着牙。大姑妈说她最近手头紧，表叔说刚给女儿交了学费，二舅妈直接不接我电话。他们也有困难吗？困难。大姑妈3天后就在朋友圈晒她换的新车，表叔发了他们全家去马尔代夫度假的照片，二舅妈更绝，晒了她新买的 LV 包包。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，那也不能这样，不给亲戚面子啊！妈妈突然提高了声音：“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以前多懂事一个孩子。”是啊，我变了。我感到一阵心寒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给他们的越多，他们要的就越多。这孩子怎么听不进去话呢？爸爸在背景里小声说：“宁宁。”妈妈放缓了语气：“你要想开点，帮亲戚是应该的。你现在不帮他们，以后你有困难了，谁来帮你？”妈，
我上个月遇到困难时，他们谁帮我了？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。那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我问。我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避之不及。他们有需求了，就拿亲情说事，这就是你们说的亲情。陈宁，爸爸似乎抢过了电话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对长辈说话这么不尊重，以后别人说起来，我们老两口的脸往哪搁？面子又是面子。爸，我问你，你们那点退休金够养老吗？我每个月给你们的钱，你们是不是都借给那些亲戚了？不然之前我问你们要钱周转的时候，不会拿不出来。电话那头的沉默已经告诉了我答案。宁宁，你不懂。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我不懂，我也不想懂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心里那本账到底怎么算的。爸妈，现在不说那么多，我只想知道你们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女儿？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？那好，爸，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。我深吸一口气。如果今天我没钱了，破产了，你觉得这些亲戚还会记得我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没话说了吗？那今天先这样吧。说着挂断了电话。我最近一直在跟的项目有所进展，投资方终于签了合同，公司账上进了一大笔钱，算是暂时解决了困境。这几天爸妈和那些亲戚倒是安静了，没人来烦我。我趁着有空决定摊牌，再不说清楚，我真的要被逼疯了。我拨通了爸妈的电话。宁宁啊，我就知道你想通了。妈妈的声音透着兴奋。你爸刚才还跟我说，咱闺女就是懂事，肯定不会真的不管家里人。对呀，我们宁宁从小就心地善良。爸爸在背景里接话。你二舅妈这几天都不好意思出门了，说你那天态度太过分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一家人嘛，哪有隔夜仇？你可得好好跟他道个歉。妈妈继续说道，人家毕竟是长辈，而且小刚结婚的事还是得你帮忙。30万虽然不少，但对你来说，停！我打断了他们的话。谁说我想通了？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宁宁，你什么意思？爸爸的声音有些不悦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受够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。从小到大，我哪点没让你们省心？我努力学习，从来不给你们添麻烦。初中、高中年年拿奖学金，考上985名校。毕业后，我没靠家里一分钱，自己在这个城市打拼。从小公司的实习生做起，加班熬夜拼命工作，房子车子都是我自己买的。宁宁，你这是……我还没说完，我继续道，我给你们买了市中心的新房，每个月给你们生良心。我拒绝亲戚无理的要求，你们说我忘本。宁宁，你不能这么说话。爸爸想插嘴，为什么不能这么说？我冷笑，你们的面子重要，我的尊严和辛苦就不重要吗？你们知道那些亲戚背着你们怎么说我的吗？他们说我就是个提款机，说我一个女孩子挣那么多钱迟早便宜外人，不如趁早给他们花。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。我帮了那么多，却落得个白眼狼的骂名。我没有享受到家里的任何支持，反而成了你们维系亲戚关系的工具人。你们从来不问我愿不愿意，就替我做决定，用亲情道德绑架我。够了！爸爸终于爆发了。陈宁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敢这么跟父母说话？爸，我最后说一遍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无条件的满足任何人。我的钱我做主，我的人生我做主。你这个不孝子！我没等他们继续骂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关掉手机。我订了3亚的机票，这阵子一直在忙，今天也终于摊了牌。我需要好好放空一下自己。
我在三亚待了半个月，每天就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，脑子里什么都不想。这些年，为了工作和家里的事，我都快忘了什么叫放松。准备回家前，我打开了关机半个月的手机，一瞬间，消息提示音疯狂地响个不停，微信99加，短信60多条，未接电话200多个。先看爸妈的消息，第一条，陈宁，你怎么关机了？给我回电话。第二条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二舅妈说你态度不好，你就不理人了。第三条，宁宁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们担心死了。往下翻，语气明显变了。宁宁，爸妈错了，你别生气了行吗？女儿，是爸爸不好，不该那么说你，你快回家吧。宁宁，你要是还在生我们的气，那就冲着我们发火，别这样不理人啊。最后几条更是低声下气。女儿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想怎么样都行，就是别不回家。我冷笑了一声，现在知道害怕了。点开家族群，更热闹。二舅妈率先发难，这个陈宁不接电话也不回消息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大姑妈紧跟着，她能出什么事？就是在耍脾气，觉得自己有钱了不起，不把我们这些长辈放在眼里。表叔附和，就是平时装得挺孝顺，关键时刻就露馅了。二舅妈又来了一句，他要是真有个3长2短，我们这些做长辈的脸往哪搁？大姑妈能有什么事？不就是觉得我们要他的钱，心疼了呗。但过了几天，风向变了，表叔先慌了，这都1个星期了，他不会真的不管我们了吧？二舅妈，不至于吧，他从小就孝顺，哪能真撒手不管？大姑妈，万一他真的不理我们了呢？我儿子的房子还等着他帮忙呢。表叔，我女儿的留学费用也指着他呢。接着指责声开始了。二舅妈，都怪你们，非要逼他，现在好了，把人逼跑了。大姑妈，我逼他，你不是也要钱吗？还30万彩礼呢。表叔，你们别吵了，现在关键是怎么把他哄回来。二舅妈，他要是真不管我们，小刚这婚还怎么结？大姑妈，我儿子的房子还差100万呢。表叔，完了完了，我已经跟人家说好了学费的事，这下怎么办？最搞笑的是，他们开始互相埋怨，好像都是别人的错。二舅妈，早知道就不打那个电话了，现在把金主得罪了。大姑妈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那天在电话里说了什么？把人家惹毛了吧？表叔，你们能不能别吵了？想想办法让他消气。我看得只想笑，这些人还真以为我是他们家的提款机，一出故障就着急修理。回到家，爸妈果然在我家门口等着，看到我拖着行李箱出现，妈妈眼圈都红了。宁宁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妈妈扑上来就要抱我，被我躲开了。你这半个月跑哪去了？我们找遍了你公司你朋友，都说不知道你在哪。爸爸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我没理他们，自顾自地开门进屋。女儿，是爸妈不好。妈妈跟在我身后，语气讨好。那天我们说话太重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对，都是我们的错。爸爸也赶紧接话，你想怎么样都行，别再这样消失了，我们真的担心死了。我放下行李，转过身看着他们，2个人跟之前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判若两人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我淡淡的说，知道，是我们不对。妈妈连连点头，以后那些亲戚再来要钱，我们绝对不会再逼你了，就是你的钱你做主，我们再也不管了。爸爸也赶紧表态，看来这次的失联让他们真的想通了。
所以当妈妈小心翼翼地提起奶奶要过70大寿，问我愿不愿意出钱办的时候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。奶奶70大寿，这确实是大事。我点点头。具体需要多少钱？妈妈眼里闪过一丝惊喜，但很快又收敛了。不多不多，就是想办得体面点，让老人家高兴。我看着他们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心想，也许他们真的改了。奶奶过70大寿的宴席安排在市里最好的酒店，我出钱包了一个大厅，15桌酒席。推开包厢门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，亲戚们的目光齐刷刷朝我看过来，眼神里是看好戏的目光。宁宁来了，快过来坐。二舅妈第一个站起来，满脸堆笑，跟之前在电话里骂我的那个人判若两人。戴姑妈也凑上来，宁宁啊，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，都是大姑妈不好，表叔更是殷勤。宁宁，你看你还生什么气啊？一家人说开了就没事了。我笑着跟他们打招呼，这些人突然转变态度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果然，酒过三巡，奶奶咳嗽了一声，整个包厢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她身上。奶奶在我们家就是这个地位，她一开口，没人敢插嘴。宁宁啊，奶奶放下酒杯，看向我，你戴姑妈的事，你二舅妈的事，你都听说了吧？来了，奶奶，您说，都是一家人，你现在出息了，就该帮衬帮衬。你表弟要结婚，你表哥要创业，你堂弟要买房，这些事你都帮着点。奶奶保证，以后你就是我们陈家的骄傲。我扫了一眼在座的亲戚们，他们一个个看着我，眼中都带着贪婪的光芒。爸爸妈妈坐在我旁边，妈妈轻轻踢了踢我的腿，眼神示意我别犟嘴。爸爸也朝我使了个眼色，意思很明显，顺着奶奶的话说。可我分明察觉到，奶奶说我是陈家骄傲的时候，他们脸上好像绽放出某种光彩，就像圣母玛利亚散发出的那种光。我看着这群人，奶奶一直重男轻女，无论我站得再高，赚了再多钱，还是比不上那些扶不上墙的男丁。父母无论之前装得多悔恨，也还是改不了为了面子把我往火坑里推的习惯。这群亲戚还是喂不熟的白眼狼，还陈家骄傲？算了，我担当不起陈家的骄傲，只怕不是印钞机，就没那个资格吧。突然，我笑了，奶奶，我知道错了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久，确实是我太任性了。好孩子，奶奶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。爸爸妈妈对视一眼，都松了口气。奶奶说的对，我现在有能力了，就应该帮家里人。好，我答应。各位长辈还有什么要求，一并提出来，我都答应。这话一出口，整个包厢像炸了锅一样。太好了，宁宁，二舅妈就知道你心地善良。二舅妈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宁宁啊，戴姑妈这就让表哥来给你敬酒，让他过来谢谢你。大姑妈拍着桌子，宁宁，你真是我们陈家的福星。表叔举起酒杯，戴姑妈第一个开口，宁宁，既然你这么有心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儿子要换学区房，现在的房子太小了，新房子看好了，就差120万，你看没问题。我爽快地答应。二舅妈一听，生怕落后，宁宁，我家小刚结婚，不光要彩礼，还得买车买房，全下来得200万，包在我身上。表叔也坐不住了，宁宁，我女儿要出国留学，学费生活费4年下来得300万，你看小事一桩。这下好了，其他亲戚也按捺不住了，纷纷开始提要求。宁宁，我儿子要创业，
缺启动资金50万。宁宁，我家老三也要结婚，你得一碗水端平啊。宁宁，我想开个店，你投资个80万呗。甚至有几个亲戚因为抢着说话，差点打起来，场面一度失控。我端起茶杯，慢慢喝了一口，看着这群疯了一样的人，他们把我当什么？移动 ATM 还是神灯？搁着许愿呢？不过没关系，既然你们要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我对所有人的要求都满口答应，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，心里却在冷笑。奶奶看着这个场面，满意地点点头，这就对了，一家人就该相互帮助。宁宁，你这样做，奶奶很欣慰。奶奶，我应该做的，幸好我留了一手。公司要扩大发展，我准备出国开拓新的市场，所有出国的手续已经差不多了。这个消息我没告诉任何人，既然你们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3天后，一支专业律师团队出现在亲戚们面前。为首的律师姓黄，西装笔挺，金丝眼镜后面是一双锐利的眼睛。他手里提着公文包，身后跟着2个助理，每个人都面无表情。各位好，我是黄律师，受陈宁小姐委托，专门来处理各位的资助申请。二舅妈第一个迎上去，满脸堆笑。哎呀，宁宁真是有心啊，还专门找了律师来帮忙。对对对，我们宁宁就是懂事。大姑妈也凑过来。黄律师点点头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。陈小姐确实很有诚意，她决定按照承诺帮助各位。不过，为了保障双方利益，需要签署一些必要的协议。什么协议？表叔问。资助协议。黄律师翻开第一份合同，先从二舅妈家开始。小刚结婚需要彩礼30万。陈小姐愿意提供。二舅妈眼睛都亮了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宁宁心地善良。不过，黄律师推了推眼镜，为了确保资金用途明确，这笔钱将以借款形式提供，年利率2%，需要用你们的房产做抵押。借款？二舅妈愣住了。是的，协议中明确规定，如果逾期未还，陈小姐有权收回抵押房产。同时，小刚需要签署劳务协议，一旦无法按时还款，将为陈小姐的公司无偿工作3年。黄律师的声音平静得可怕。另外，为了确保借款用于正当用途，陈小姐保留随时检查资金流向的权利，如发现挪用，立即收回全部借款并追加罚息。二舅妈的脸色瞬间变了，这不是帮忙，这是放高利贷。二舅妈说笑了，2%的年利率比银行贷款还低呢。黄律师面不改色，而且陈小姐这是在帮助你们解决燃眉之急。戴姑妈赶紧问，那我家的事呢？黄律师翻到第2份合同，大姑妈要买学区房，陈小姐可以全款购买，不过房产证上会写陈小姐和你儿子的名字，陈小姐占99%产权，你儿子占1%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这房子基本上是陈小姐的，你们只是住户，每个月需要支付租金给陈小姐。如果你们违约或者无法支付费用，陈小姐有权以1块钱的价格买断你们那1%的产权。大姑妈的声音都变了。那我们不是白忙活？您这话说的，陈小姐帮您解决住房问题，您怎么能说白忙活呢？表叔坐不住了。我女儿留学的事呢？黄律师翻到第3份。陈小姐愿意投资你女儿的教育，不过需要签署人才培养协议，
你女儿毕业后必须为陈小姐的公司工作10年，期间所有收入的60%归陈小姐所有，作为教育投资回报，这不是卖身契吗？表叔跳了起来，表叔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陈小姐投资300万培养一个人才，收回成本不是很正常吗？而且你女儿还能有稳定工作，这是双赢啊！表哥也急了，我创业的事呢？陈小姐会投资，不过要占90%股份，拥有公司所有决策权。你只是名义上的创始人，实际运营完全由陈小姐委派的团队负责。如果3年内达不到盈利目标，你需要把个人所有资产抵押给陈小姐。房间里瞬间安静了，这哪里是帮忙，分明是趁火打劫。陈宁是不是疯了？二舅妈第一个爆发，这样的条件谁会签？就是，这不是帮人，这是害人。大姑妈也怒了，表叔指着合同，这些条款比高利贷还狠。表哥更是气得发抖，他这是想把我们全家都坑进去。黄律师依然面无表情。各位，这些都是标准的商业协议。陈小姐愿意承担风险帮助大家，收取合理回报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合理！二舅妈尖叫，哪里合理了？如果各位觉得条件不合适，完全可以不签。黄律师开始收拾文件。陈小姐说了，她绝不强迫任何人。等等，戴姑妈急了，能不能重新商量一下条件？黄律师摇头，这些条件都是陈小姐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，没有商量余地，要么签字，要么放弃。房间里的气氛彻底凝固了。这群之前还兴高采烈等着分钱的亲戚们，现在一个个脸色铁青。他们想要钱，但不想付出任何代价；他们想占便宜，但不想承担任何风险。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？就在亲戚们还在会议室里为那些合同条款争吵不休的时候，我已经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。透过飞机舷窗，看着脚下的城市越来越小，我心里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公司的海外业务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备，只是一直没告诉家里人。起飞前，我给爸妈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：爸妈，我已经为你们准备了一笔养老金，足够你们安度晚年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插手家族的任何事情，你们也别指望我。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，你们的面子自己想办法挣吧。发完这条消息，我关掉手机，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。1个月后，远在大洋彼岸的我，通过朋友知道了家里的盛况。二舅妈家的小刚为了凑彩礼，跑去借了高利贷。结果女方家一听，他们连30万都拿不出来，直接退婚了。不仅彩礼没了，高利贷的利息还在疯狂增长。最搞笑的是，女方家把这事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小刚家是骗婚，连基本的彩礼都拿不出来，还装大方。二舅妈气不过，跑到村口指着天空骂我白眼狼，丧尽天良。结果被村里人围观嘲笑，人家陈宁凭什么给你钱？你儿子娶老婆，让人家外甥女出钱，你脸呢？有好事的村民还拍了视频发到网上。二舅妈那副歇斯底里的样子瞬间火了，评论区全是嘲讽，这样的婆婆谁敢要？儿子结婚让外人出钱，还有脸骂人家？这种极品亲戚逃都来不及。二舅妈成了笑柄，连门都不敢出。大姑妈那边更惨，原本说好的学区房因为没有首付款彻底黄了，之前为了占名额交的5万茶水费也打了水漂。她不甘心，
听了什么理财专家的忽悠，把家里仅剩的20万积蓄全投进去，结果遇上诈骗，血本无归。现在大姑妈一家不得不搬回老破小，每天被表哥埋怨，表哥在单位里被同事嘲笑，说他妈是骗子，连累他在单位里抬不起头。大姑妈气得到处跟人说我如何坑了他，却被邻居反对，人家有钱凭什么白给你？你自己没本事还想住好房子，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表叔家的女儿因为没有留学资金，只能放弃出国计划。表叔为了面子，谎称女儿是主动选择在国内发展，结果被女儿当场拆穿。父女俩在众人面前大吵一架，表叔气急败坏，在微信群里骂我忘恩负义，却被群友们嘲讽：你女儿出国留学，凭什么让堂妹出钱？你当人家是冤大头吗？最惨的是表哥，没有我的资金支持，他的创业公司很快就撑不下去了。为了维持表面的光鲜，他借了一大堆网贷，结果越陷越深。现在每天都有人上门催债，家门口被泼红油漆，邻居们都躲着他们家走。表嫂受不了这种生活，带着孩子回了娘家，还在朋友圈里控诉表哥好高骛远，不切实际。表哥绝望之下想要联系我求助，却发现我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变了。他哭着在网上发帖卖惨，结果被网友人肉出来，扒出了他当初是如何吸血我的。有网友翻出他的朋友圈，指着他在我公司最困难时买豪车的照片说，你堂妹公司资金链出问题的时候你在买车，现在你有困难了，凭什么要人家帮你？评论区一片嘲讽，这种极品亲戚活该，自己不努力就想着啃别人，现在知道痛了。陈宁做得对，这种吸血鬼就该断联。这些原本团结的亲戚们现在开始互相指责了，大姑妈怪二舅妈，都怪你那天在电话里说话太过分，把宁宁惹毛了。二舅妈反击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开口就要120万，你以为人家是印钞机吗？表叔也加入战局，你们都别装无辜，谁不想要钱？现在出事了就互相推责任。更搞笑的是，他们把矛头指向了爸妈，说是他们教女无方，才导致我翅膀硬了，不认亲戚。爸妈原本以为我走了就能安静过日子，没想到这些亲戚直接杀到了家门口，每天都有人堵门要说法，让陈家在亲戚圈里丢尽了脸。妈妈在电话里哭着跟朋友抱怨，这些人太过分了，宁宁不帮他们，他们就来闹我们。朋友反问，那你们当初为什么逼宁宁帮他们？现在知道被人烦的滋味了。妈妈被问得哑口无言，爸爸更是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他想联系我，却发现我把他们的电话也拉黑了。听朋友转述，爸爸现在逢人就说，我那女儿其实挺懂事的，都怪那些亲戚太贪心，可是已经晚了。我在海外的新生活刚刚开始，公司的海外项目进展顺利，每天忙着工作，忙着适应新环境，充实而快乐。偶尔想起国内那些闹剧，我只是淡然一笑。这些人终于尝到了自作自受的滋味，也让爸妈明白了什么叫作茧自缚。我的手机里躺着好几个熟悉的未接来电，想必是他们想方设法找到的新号码，但我再也不会接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